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为《暗黑破坏神4》第7赛季的开荒流程攻略。不出意外的话 ，S7 赛季会在1月22号的凌晨2点开启。由于第7赛季中猎头区域和巫术技能的帮助，这一个赛季的开荒流程会比之前要简化不少。就主要是分为完成赛季任务解锁巫术技能，然后靠巫术技能在公共绿潮区域升到60级之后呢，解锁折磨难度和完成点雕纹做宝石，获取暗金 BOSS 门票构筑自己的玩法，以及呢在完成上述内容之后，通关60层解锁难度4，开始进入真正的终局试块内容。为了方便各位理解，我们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新赛季主题巫术带来的争议。它主要分为自己携带的巫术技能和3枚镶嵌在首饰上的宝石。技能的加成有点类似 S2 赛季的吸血鬼异能，不同的是这次我们不需要再往装备上涂颜料了，而是呢直接从解锁的技能里选6个来强化自己。这些技能可以为角色提供非常强力的加成，赛季前期甚至比你角色的技能伤害要高得多。这些技能的解锁方式为完成赛季任务、积累赛季悬赏版的等级来解锁，以及与这些赛季中刷新的祭坛互动来解锁。升级技能的货币获取的方式也有很多，除了正常的击杀赛季外物外，还能通过完成区域内的低语任务或者刷赛季专属的具有一定难度的噩梦地下城来获取。玄奥宝石则是在中后期才能给我们提供争议的镶嵌物，它除了可以提供固定160护甲和 8% 全抗之外，还会附带一个与巫术技能联动的争议效果。在中后期它会成为我们玩法的构筑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呢在前期我们还是很难装备它的。虽然暴雪给出的演示中它仅需10级就能装备，但制作它是需要5万宝石碎片和大量其他材料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到折磨难度才能效率的获取它了。S7 的赛季地图中还会出现被涂成紫色的猎头区域，跟 S2 的绿潮类似，这些区域都有着极高的怪物密度、大量的悬赏任务，这个赛季还专门有用来让你完成悬赏任务的小乌鸦。所以我们赛季前期的主要开荒方式就是在这些猎头区里做悬赏练级，有巫术技能的帮助，甚至不需要我们的角色有太强战斗力，只要在这里逛街找其他打荆棘的玩家就能效率开荒了。那这时候呢，一个稳定延迟不掉线的网络环境就尤为重要了。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作为老牌大厂，它的加速效果非常不错，不管是 PTR 还是正式服都能让你的延迟稳定极难掉线。加速暗黑4之后，你还能在它的加速界面找到各种实用的妙妙工具，来让自己的游玩体验更好。比如你玩腻了目前流派，想玩个新套路操作页，那你可以在 BD 模拟器这里找到各种 build 的模板、参考加点和配装。除此之外，它还有暗黑4的世界地图，可以提醒你各种公共事件以及世界 BOSS 的刷新。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好用省心的加速器，但又手头预算不太够的大学生，悠悠这里还有专属的优惠系统。PC 端点击主页的大学生优惠就能参与，除了认证就有的 5.4 折大幅优惠之外，还有组队拼车等优惠活动，仅需59元就能体验90天，助力你新赛季开荒无忧。言归正传，接下来我将按照开荒的流程顺序呢，为你介绍一下新赛季的整体开荒节奏。就跟以往赛季前期开荒不同的是这个赛季我们在60级之前是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套路的，只需要无脑扎进赛季的猎头狂潮区域就好了。这个每小时轮换的区域里会有大量的赛季主题怪物，同时还有许多的地狱悬赏任务可以进行。区域内呢还有一个专属的小乌鸦 NPC， 长得跟这赛季旅程做完之后的那只差不多，你打满10点地狱点数就可以去找这只乌鸦来交任务。S7 赛季呢，对悬赏任务的奖励也进行了大幅的调整，整体奖励变得更好之外，还多出了许多更细化的选择，建议开荒前期优先选装备类的奖励，来快速提升自己的集战力。我们在这个区域完成地狱任务或者击杀怪物达到一定数量，就会在身边刷出一些小的腐烂荆棘出来，点击它们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些奇妙的奖励了，包括且不限于传奇装备、生皮铁怪、宝石碎片材料、赛季专属的道具，甚至是盗宝地精，还有概率让它们变得更大更粗，成为密语荆棘。这种荆棘出现的时候会在全图玩家界面刷新提示，之后就会刷新一大波怪物出来跟我们战斗了。PTR 中这些怪物的战斗奖励非常不错，差不多打一次密语荆棘就能填满你整个背包，而且呢，其他人的荆棘召唤的怪物在被击杀之后，也是可以积累你的怪物击杀或者是地狱任务召唤新的荆棘。赛季前期人多的时候只要猎头区有一个玩家刷出了荆棘，就会引诱其他的玩家靠近，最后发展成一场大混超。所以赛季前期我们基本上都需要泡在猎头区域里杀怪做任务练级。不过在前往这里之前，我们一定要记得先把赛季的绿色任务做完，解锁巫术技能。前期开荒的巫术技能基本上就是有啥用啥，有的选了之后就尽量找那些可以自动打伤害的，比如说像火符、蛤蟆、灵气光环、火球这类技能在开荒阶段的素质都很不错，在折磨难度之前可以让你为所欲为的开荒。技能组合配齐之后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搭配，比如说像是红系光环加颤灵，它可以全自动回血挂一伤；密语妖术加妖术关金，能够自动拿强固跟增加暴击。当然前期最好用的非召唤技能应该是倍率高的吓人的灵魂链接，
不过它最好配合血瓶和回血的光环来使用。建议各位在60级之前都在这个区域待着练级，区域刷新了就优先把悬赏任务做完，之后呢就找怪物的密集点和刷出密语荆棘的地方走去杀怪就好了。如果在装备水平上来了，你可以在区域刷新之前做完悬赏了，那么也可以考虑去把地狱狂潮的地狱悬赏给做了。不过在折磨难度之前，地狱狂潮是不会掉 BOSS 门票的，只能攒点之后开侍女用的心脏。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在猎头区域没有悬赏的时候，按 U 打开赛季旅程，然后去做旅程要求的任务，比如打几个地窖或者刷几个要塞之类的。新赛季你做完赛季旅程会送一只飞行的宠物，而前期呢，它也会送你本赛季的几个新位能，其中强化终极技能威能对于开荒后的 BD 构筑帮助不小。60级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打深坑了，我们是需要完成深坑来解锁折磨难度的。大部分职业呢，在进入折磨1和折磨2是没有压力的，不过在进入折磨1之前，你最好稍微缓一下，还是在猎头区域里把自己的大部分装备都更新成750的物等之后，再往上继续打。如果你在之前有留地狱币，也可以在60级之后呢，去地狱商人那里直接用地狱币换一身750品质的装备。这个阶段我们对装备的追求主要就是满足1000护甲，还有50以上的全元素抗性，如果还有血量的话就更好了。绿潮区域内是没有战斗限时的，前期堆防御能让你自己打得更稳，会比打得快更舒服。这么一开始之后，我们就可以掉落800品质的先主装备，同时呢，暗金 BOSS 的门票又开始掉落。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玩，可以在这里稍微沉淀一下，尤其是打法中刚需某些暗金的职业，可以在这个阶段缓一缓，回头去刷一下猎头区域跟狂潮搞装备，或者呢是完成赛季旅程任务来获取加速宝箱。我比较建议你先刷一下折磨1的赛季区域，把自己需求的巅峰雕纹刷几个出来，然后呢在深坑点1-2个到15级，确保吃到加成。这个阶段你也应该攒够了赛季宝石的材料了，有条件的话就先随便做3个对自己有点加成的带一下，因为在后期我们总是要带他们的，前期带他们补充抗性护甲，也方便我们对其他的装备进行防御属性的调节。那如果你不在第一时间进行开荒，这个时候应该也有了自己职业的中后期作业可以参考，挑自己喜欢的开始刷威能配装就好了。那么以上内容都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冲折磨4了。打通60层解锁折磨4之后，你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后期，可以开始进行刷先主装备、强化装备、点雕纹等后期活动了。最后总结一下新赛季的开荒流程，就是60级之前优先解锁巫术技能，解锁技能之后在赛季猎头区域抱团练级，60级之后呢再进行配装和进行折磨难度，同时注意完成赛季旅程和悬赏板块，其中的奖励呢不用攒有多少解锁就开多少就行了。升级雕纹、制作赛季宝石和根据情况构筑一下 build， 慢慢打通折磨4，开始体验这个游戏的终局内容。琉璃这赛季应该会用死灵按照这个流程进行开荒，那么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各位拜拜。